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说说最近网上吵得挺热闹的一件事啊，保准你听了也得直摇头。这事得从一个哈萨克斯坦的女网红说起。哎呦，这姐们也不知道是哪个劲儿搭错了，跑到咱们中国来搞事情了。话说这姐们带着她的团队，先是跑到这个广州、上海这些大城市美其名曰要测试中国男人。哎，这测试是啥玩意儿呢？说白了就是故意去撩人家小伙子，哎，摸摸腿靠靠肩膀反正就是各种肢体接触。这完事吧，还把这些视频发到外网去，标题那叫一个劲爆，好像发现了啥新大陆似的。咱们先看看都拍了个啥。你猜怎么着？这视频里那叫一个火几个小时就破了100万播放量。这外国网友看了，那反应也是五花八门有的说，哎呦喂，中国男生看起来真的被冒犯到了；还有的感慨哎呀妈呀，原来单纯的男生都跑到中国去了。那听着像是夸人，可是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儿。当然了，也有不少外国网友对中国男性的反应表示理解和赞赏，说什么中国男性还是很矜持高冷的。这话听着总觉得怪怪的是吧？不过也有些老外不理解，他们觉得这个全世界的男人大多喜欢女人主动，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男人会这么害怕主动的女人，甚至猜测是不是因为中国的法律对男性骚扰处罚很严格。这老外就是不了解咱们中国人的文化其实咱们中国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啥道理呢？免费的才是最贵的。这老外他就是不理解，总想这个天上掉馅饼，哪有那么好的事但是中国网友直言这哪是测试分明就是借着恶作剧的名义耍流氓，故意摸腿靠肩膀。哎，这要是换做哪个陌生人这么对自己，谁能不觉得被骚扰呢？换作是别人这么对女性，早就被骂惨了，怎么到了这儿反而成了测试？甚至有人对比说要是反过来一个外国男的就这么对中国女生，估计早就被报警处理了。他这是运气好没遇上较真的。到目前为止这个女网红的玩闹虽然是有点过分，当然还在大家可接受的范围内，但是重点来了这姐们又开始作妖了这次她把这个目标转移到中国女孩身上了，而且这次可不是捉弄，而是诬陷。这个网红后来又跑到广州街头换了个由头说是要测试中国治安。这回更离谱了直接指着路人就说人家是小偷。哎，你说这叫啥事人家辛辛苦苦的上班，就坐在这个路边的板凳上休息一下，这平白无故的被人扣上个小偷的帽子，这搁谁身上能乐意看他拿了朋友的手机就直接就放在女孩身上，然后呢诬陷人家偷东西，这个行为真的跟白痴差不多，尬的要死。
了这个，她还捉弄了店员。这个女网红啊，和自己的朋友一起去逛超市，这逛着逛着吧，这姐妹就开始表演了。她就趁着朋友弯腰买东西的时候，偷偷把朋友的手机拿出来，光明正大的塞到旁边女售货员的口袋里。这操作简直是让人目瞪口呆啊！紧接着吧，这个女网红就开始她的表演啊，她情绪激动啊，手舞足蹈的对着中国女孩指指点点，嘴里说着大家不太能听懂的外语，摆出一个正义的姿态啊，直接认定对方就是小偷。被拦住的中国女孩看起来20岁左右，一开始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弄得有点懵，这默默的拿出手机还给了对方。这周围的路人渐渐的围了过来，有人好奇的打听情况，有人拿出手机开始拍摄。这女网红见状似乎更来劲了啊，嗓门又提高了不少，还时不时对着镜头比划啊，像是自己想把这个事情闹大。她一会儿指着自己的口袋，一会儿又指向中国女孩，试图让围观的人相信自己丢了东西，而小偷就是眼前这个中国女孩。不过面对女网红的激烈指责这个中国女孩可没慌乱，她也没跟着吵起来，只是稳稳的站在原地，眼神坚定的看着对方，摇头表示自己没有做过。随后呢，这个女孩又指指旁边的监控摄像头，意思就是这里有监控完全可以查清楚。她的动作从容不迫，每个细节都透露着坦荡，这气场真的是没话说。后来呢，可能是意识到再闹下去也没有证据，也可能是被周围人的目光看得不自在了。这女网红就悻悻地松开了拉着女孩的手，没再说什么，就转身离开了。这一场闹剧就这样收场了。这段视频被传到网上，网友们都炸锅了。有网友忍不住骂道：“这女网红太过分了，没凭没据就诬陷别人，还是在别人的国家，太没素质了。”要知道，这个污蔑可不是小打小闹，严重一点都可以进局子。也不知道这个女网红她到底是咋想的。目前呢，各大媒体都已经关注到这件事了，她只能祈祷被她骚扰污蔑的人不会联合起来告她吧。要我说这分明就是故意挑事的，想靠制造中外文化冲突来博眼球赚流量。而且吧，这拍视频的时候也没有经过人家同意就把这些带着诬陷内容的画面发出去，这不仅是不尊重人更是侵犯了别人的名誉权和肖像权。这事让我想起咱们老祖宗说的一句话：有朋自远方来呢，不亦乐乎。咱们中国人向来待人友善，热情好客，但是这善意不是让人随便拿来消遣的，这普通人的尊严更不能成为别人拍视频的道具。你想想之前有个美国网红甲亢哥，他来中国拍视频那全是展现咱们中国真实温暖的一面，大家就挺喜欢的。为啥呢？因为他是带着尊重来的，不是抱着耍心眼赚流量的心思。有人担心这个事的影响不只是眼前这点这些视频发到外网，被别有用心的人断章取义意见很容易让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误会，觉得咱们这儿有什么问题，这不就是在给中国形象抹黑吗？本来现在 China Travel 挺火的，大家都喜欢真心来玩来交流的外国人，但是这种借着交流的名义搞事情的谁能忍当然了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有人觉得没必要太较真是不是有点上纲上线了？但更多人觉得这不是小打小闹，你耍个恶作剧，要是伤了人犯了法，那就不是玩笑的。还有人直接说公安该介入查查了，要是真像大家说的那样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能让这种无底线的炒作坏了规矩其实说到底咱们中国人待人向来讲究与人为善，但善良得有底线，尊重也得是互相的不管是在哪个国家的朋友到了别人的地方，那就得遵守人家的规矩尊重人家的文化和普通人的感受。靠冒犯别人踩着规矩赚来的流量，那终究是站不住脚的。真的要是触犯了法律不管是谁，咱们的法律也不含糊，毕竟谁的尊严都不应该被当成博眼球的工具这份道理走到哪儿都应该讲得通。咱们要用自己的行动告诉这个全世界，中国人民是热情好客的，但是呢也是有底线的。好啦，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你对这个女网红有什么看法呢？评论区一起聊聊。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